Hello，大家好，这期我们来看铁男啊。现在铁男的话，他开始打中路了。就怎么说呢？打中路的话，说实话也不是非常的好啊。就是对于铁男这个，就是对中单位置来说啊，铁男这个英雄打中路的话，其实没那么好。但铁男现在有个点很尴尬，你喜欢玩铁男的话，打上路怎么说呢？强度好像有点难受啊，遇到数值怪根本打不过的。这里啊，直接上点火，把兵线给拉过来。你看，利用点火来拉对方的兵线，这样的话你吃线就有一点点的小优势啊。而且你是能先上2级的，一个 E 技能拉一下 Q 一下。然后左下角的话，推荐出装是这局的推荐出装，然后它每一局它的出装兑现情况都不同，所以需要你们自己去后续自己去观看，这个东西需要学的，而不是说照抄就可以的啊。EQ 消耗对方就可以了，把他的果子也给吃掉啊。像这局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个什么时光？大概率也是考虑到打9桶，它每局的兑现都会有一些的不同，但带相位是一样的。符文的话，基本没有太多的变化。像这个谁啊，铁男带时光法杖其实挺舒服的，有肉，而且也能伤害不低，搭配那个灵能投射器啊。首先一个点，它生命值越多那它灵能投射器转化的法强就越多。那这样的话，轻松度过前期。他这种换位置的打法其实挺好。这样的话，如果说你一个铁男，然后你去对线安倍萨，你看现在狗头就是很难受吧？对方已经开始来吃你兵线了。反倒是中单9桶，这种做时光的原因也在一个点，就是前期可以有发育空间，所以做时光。如果你像前期对线长手英雄然后那你就只能说做面具或者说做其他装备来度过前期。面具的话就是让兵线去就让面具多去消耗这个，而且面具做出来以后就已经开始有伤害虽然说不多，有 W 是吧？有被动那个 AOE 的一个范围，这里大招一拉到辅助，就秒辅助就好了。Q 接 A， 这个圈，这个被动的圈只要平 A 和技能命中敌方3次，好像是就可以触发。或者说把那个击杀小兵的话，击杀单位的话，好像也是可以触发这个 W。这一波支援其实还行，问题不大，帮队友建立了优势。这第一波的大招其实就 OK 了，就跟卡牌差不多。卡牌的话，第一波大招很关键。如果能支援到队友的话，那第一波的大招收益就非常高。直到后面，因为大招 CD 变快了，所以就没有说一定要把它的价值利用到非
非常好。前期主要是冷却比较长嘛。这里的话，你就直接戳那个魔抗血，那他后期就不做魔抗了。但正常，如果你想打更多输出的话，就做法穿血、法术血，也不要法穿血了。这里的话是给了信息给队友，但队友大招一拉还行，他已经吃了很多伤害了，这边还想省点燃，反而出事儿了。6，你看嘛，他这种就是省点燃，但这边狗头不是那个大嘴没跑掉，那应该可以再收一个大嘴，还行。然后那个谁啊？酒桶是把人头送到了这个，因为他不想给这个小火龙吧，因为小火龙拿人头的性价比跟铁男来比的话，那就比不了的。不是，一个是加快发育终局比赛，一个是发育了感觉还行，能接受那种的，两种不一样的结局。你看这。安倍萨，你根本就没办法跟人家打，甚至人家安倍萨打你都不用大招的，只要能粘到你啊，这边的啊过来直接秒啊结束。这剑圣啊，估计在草里面蹲了半天了，一个 Q 就跟过来了。队友开始投，就稍微有点劣势啊，就开始了。也不叫劣势啊，就开始一波不对劲，就是稍微不对劲啊，队友就开始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会这样子，就是你们就是国际服啊什么的。推棒啊，E直接 Q 拉一个，能拉过来，锤到谁血量低就抽谁。大招拿到以后啊，就完全可以欺负别人，一个 Q， 这个酒桶非常惨了。那这样的话，龙可以轻轻松松的拿到吧？剑圣应该在上面，但不知道会不会。剑圣视野亮了，那这条龙就可以轻松拿掉。其实酒桶的伤害其实蛮高的。其实就怕会玩的酒桶伤害那一套操作，是顶不住的。如果你做面具这种出装的话，所以为什么做时光其实也是有原因在里面。剑圣的话。这里的话，稍微讲一下啊，就是它那个时光可以加500，然后灵能投射器可以加300，然后额外有你那个过度生长那些是吧？然后就可以950，也是能触发这个灵能投射器的那个装备效果。上来，如果你做面具的话，后续装备你需要等后续的肉装出来以后，才能更好的去那个叠出这个血量。
剑圣的话是可以杀的，哎，血量比较低，但没大招啊，哎，这就直接走着，边走边 A， 就人头就掉了。这样的话，把下路兵线清掉，回去把灵城投射器给做出来。像你后续第4件做了狂徒以后啊，那个血量就高很多，而且它那个护盾和那个治疗量啊，它的就能让它那个谁啊，铁男的 W 技能会非常的吃到很大的一个增益，30%的提升啊。做时光主要就是为了更快的把这个灵能投射器的那个效果叠出来罢了。像这局前期拿到很大的优势 ，MVP 应该是跑不掉了吧？然后，我靠，大晚上的录制视频顶不住啊！我感觉我的时间已经颠倒了。我现在晚上干活，白天睡觉，哇，有点顶不住。但如果说你说后面的世界杯，刚刚好又是这种时间了吧？这个点，我跟你说，这个点已经是凌晨3点了。然后如果世界杯开赛的话啊，应该开幕的话是12点，但后续的话第一场都是3点，下午就是凌晨3点。哎。啊，你们有没有喜欢的球队？哎，这里推棒加 E。哎，我跟你说，这版本射手真的是好难受啊。要么就是加强一下，其实我觉得可以不用加强说什么射手的那个伤害或者什么的，让射手变得更灵巧一些，会觉得会更好。就他的移速可能稍微调整一下，对吧？说实话也不是很理想，那样子的话，对于刺客来说其实无所谓的，你遇到都已经秒掉了。对面的安倍萨就这样子就来追，有可能大招起手吗？哎，真大招了，这里反推没推到啊，打不了，角度没找得好，属于是。像左下角这套装备的话，就是为什么会推荐这一局的一个出装思路呢？就是这套装备是属于那种有血量，然后有双抗，知道吧？你看他前期还没有开始做肉装，已经接近170的那个物抗和120多的那个魔抗。等装备那些做出来以后，然后就这一整套狂徒做出来以后啊，如果2技能一开的话，其实这个铁男的话，这个血量几乎可以上到那种6000血的那个铁男，相当于6000血啊。因为你盾打不破的话，你可以挡嘛，对吧？就是你首先一个盾可以挡，第二点呢，盾又可以回血，而且治疗量的话有提升，就是你。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盾又更多了，获得的护盾更多，对吧？然后其次就相当于会不会是就是如果你换算过来的话，就是60%的那种感觉。但按正常来说，其实就是30%的那个提升啊。但护盾加回血，有你更多的护盾，然后就回血的话也是更多的情况下再加更多的回血，哎，
其实很变态了，好吧？想了想，但你们可以去测试一下那个护盾的那个回血量，能达到多少？这里草里面啊有个安倍萨的啊，应该是小地图老早就看到对方的那个位置了，伤害非常高，可以看得出来。那这样的话，可以稳稳的去拿龙。狂徒的话，好像对石像鬼是没有多大效果的，真正关键还是那个谁啊？这个时候的剑圣啊，还是太肥了呀！一个切入，只要没秒到他就出事儿了。但最后还是没活下来。哎，换掉了。这一局他们其实不是很好处理，这两个人上单和打野太超模了。我跟你说，这几个英雄。有时候你处理掉这个，或者说你就不能让对方能同时选这几个英雄，知道吧？还好射手是个大嘴，如果是个薇恩，对吧？这局其实能处理掉其中2个，另外一个是保证能 C 的。像这局的话。考虑到就是直接做金身，然后把那个剑圣关进去以后金身，让对方砍不出来。然后队友的话应该是完全能处理现在的安倍萨的。不过小火龙16分钟了，跌了多少层啊？哦，顶一口，拉进来。直接杀吗？哇，对面带着相位加起跑，哦，一个 Q 800多的，可惜空了一波。那对面安倍萨和剑圣都死了，那这一把可以直接一波。他们杀狗头和杰，没想到被反杀2个。哎，这套出装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但你去打上路的话就很难受了。金身，哎 ，W 开出来了，也没死成。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欢迎大家的收看。后面的话还有2局啊。